我们这个缝好以后，两侧给它这样缝好，给它对折过来。这样给它拿过来。我们每一个上面都画有我们这个中位的这个定位点，这样两给它对齐。然后现在给它这样摆放，从我们这个中线开始，这样给它摆放好。摆放好以后，这样给它拿过来。我们两个中位，这样给它对折对齐，捏住，这样给它折过来。给大家再演示一下，这是两个定位，这样给它对齐，两层捏在一起，不是4层，是这样一个圈儿。现在是给它做成了一个圈儿，然后现在是2层，给它对折，是这样给大家操作，比较方便清楚。现在已经给它捏好了我们这个定位点了，用手这样给它捏住这个定位点，然后用手指这样给它折过去，再把手指拿出来，大概1厘米的位置，这样折过来1厘米的位置，给它缝合，进行缝合，这样给它缝合，下针。一定要从我们这个折过来的位置开始给它下针，因为这边的话我们要给它留出位置。对折好以后，1厘米的位置，可以给它摸一下，穿过去。然后我们的针脚位置也是都是半厘米左右，这样给它。然后我们缝到下边，留大概1厘米左右，留出我们这个蓝色边的距离，因为之前我们已经画出了蓝色的这个痕迹，缝到我们这个蓝色痕迹这里，我们就不要再继续向下了。然后给它在我们这个位置，我们只需要缝到蓝色印记的上边，然后我们就不要再给它继续向下缝。然后在这儿给它来回固定几次，以防它脱开。然后给它多固定几次。就是我们的下边要给它留一定的距离，因为我们要给它把主体缝合到一起，所以我们要给它留出足够的距离。然后给它打结就可以了。然后我们一个给它做好以后，我们来做下一个。
我们一条上面会有4个这样的，然后下一个定位孔2个，给它对齐，然后给它这样对折。同样的操作方法，前面也是先给它固定2下，然后给它按照这个缝合。然后第2个给它做好了，一共我们需要给它这一圈要做8个，因为我们后边还有我们的定位点，2两对折，2两对折，这是4个，然后后面还有4个，1个、2个、3个、4个，我们后面还有4个，就是这2个我们不做，因为这2个的话是我们的磁扣位置，所以磁扣位置后面这2个我们要给它做一下。我们用同样的方法自行给它操作就可以了。让出磁扣的位置一定要给它注意，磁扣这里我们可以不做。同样后边磁扣的位置，这2个也是不给它操作的，就按照这种方法让出磁扣的位置，然后其他的定位线2两对折，然后给它这样捏起来，给它固定一下。前面2个给大家做了示范，然后我们自行给它把这一圈给它缝好就可以了。然后现在前面4个已经做好，然后后面这个我也都给它做好了2个，我还剩2个就给它全部完成了。这个4个的位置大概差不多都可以相互对应，因为我们这个都是有相同的定位点，是这样翻着做的，让它现在它的这个做出来的这个凸起的状是和我们这个
安好的磁扣是在一面的，然后大家注意一下，因为我们这样给它反过来使用，所以我们现在是这样给它操作。我还有2个就可以给它缝完了。我们这个包包，这个给它缝好以后，给它折过来，然后主体，还有我们这个内衬。之前说过，这个内衬是我们用来翻包用的，一定不要觉得它是残次品。这个包包的内衬现在需要给它翻过来。现在有这个可以明显看到我们这个针脚的位置是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给它翻过来使用。然后让这个线对准我们这个现在缝好的这个线，给它对齐。然后开口的这面冲向我们的耳朵，给它放到我们这个包包的里面，因为我们一会儿还要给它翻出来。按照我这种方法给它放好以后，它们都这样对齐，然后拿出我们这个，给它这样翻过来。我们再有吸扣的这一面，磁扣的这一面朝里。不带有磁扣的这一面，我们要给它和我们这个带有毛毛的这个缝到一起，然后这里边这一层要和我们这个刚才套进去的这个内衬这样给它缝到一起，它和它缝到一起，然后我们这个缝到一起。就是现在已经把内衬和它放到我们这个主体里边，现在是2层，然后这个毛毛的话，我们磁扣和它这样给它吸上，大家可以明白它是2层吗？带有磁扣的这一层需要和里边的内衬给它缝合到一起，然后不带磁扣的这一层需要和这个缝到一起，就是现在给它这样反过来放到上边，然后开始缝制就可以了。然后里层这样拿出来，找到齐平的位置和它缝到一起。然后我们拿出针线给大家操作一下。我们中线对准中线的位置，就是这个已经缝好了的这个，它会有中线对准我们这个中线。现在是毛料和毛料缝到一起，都有画有我们这个蓝色的痕迹，之前做的这个，我们也是这样给它下针。
中线的位置给它多固定几针。把耳朵给它放到里边儿，放到夹层和我们这个里边就可以了。然后按照我们这个方向，在缝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是单层的，不要给它2层缝到一起。然后耳朵的部分，因为它有加厚，所以我们这个需要给它也是多固定几次。因为这个耳朵比较厚，所以一定要给它固定住，不要等到我们缝到全部缝完以后，发现这个耳朵没有缝好。所以我们一定要仔细一点。一定这样给它捏住了耳朵，然后把耳朵开头的位置也是同样给它回穿几次，给它固定住。我这个线不够了，要重新给它接线。
然后我们看一下中线的位置是否给它对齐了。然后我们这个缝制方法和里衬的方法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它分为2层。我们这个上口位置需要和我们这个主体连接，然后也需要和我们那个内衬给它连到一起，但是缝制方法是一样的。然后又到了我们这个耳朵的部分。然后我们这个中线对准我们这个，提前给它捏好，然后剩余的给它缝到一起就可以了。然后会说我这个中线对齐了，但是我这里会有多余的，这个就是我们之前拿的那个这个缝的这个，所以我们这个会有多一点，我们就需要按照我们之前缝的这个痕迹给它缝到里面就行，做出那种褶皱的状态。只要我们中线对齐了，只要我们这个中线对齐就可以。
缝到了一半的距离。到中线的位置也是同样给它加固一下。我们操作方法是一样的，剩余的我们就可以自行来操作。同样，这个在缝制的过程中，不要把里衬缝到里边。我们现在只缝的是我们这个主体和我们这个上口的部分，用我们这片和这片缝到一起。然后前面已经给大家缝过我们耳朵了，这边是一些比较难的需要注意的点，然后这边就是只要把它们缝到一起。注意一下我们磁扣中线的位置，对准我们这个中线，然后这两边给它重合。多余的这个褶皱的话，我们就直接给它缝到上面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水桶收口的状态，一个形状，所以我们这个多余的这个拿的这个小褶皱，我们直接给它缝死就行。只要我们的中位、我们的定位没有移动就可以。然后我们剩余的部分自己给它缝制一下，一会儿缝制完这一圈，然后我们来缝制里面的内衬。我们现在把外圈给它缝好以后，现在需要给它把刚才套到里面这个内衬给它拿出来，然后再和我们的里面这个带有磁扣的这一面给它连接到一起。同样也是从我们这个中线的位置开始给它缝合，和刚才的那一圈的话，缝制方法是一样的。起针位置也是多给它来回穿插几次。我们这个中线要对准中线，然后剩余的我们要给它拿一些褶皱，因为我们这个的话它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中线也是同样，磁扣的中线在这里，和我们这个里部上的这个对好以后，或者是直接看我们两侧的这个中线，多余这个我们就需要给它这样给它拿一些褶皱出来，在缝制的过程中。然后我们就需要给它这样捏一些褶皱出来。这样向里给它捏一下，就是像刚才我们做这个一样，给它捏一些褶皱。
对准我们这个，也可以按照我们这个拿的我们这个，这样来给它缝。我们之前不是缝了8个，然后我们按照每个的位置来给它拿也可以，这样给它捏一下。然后我们的中线，然后看下一个我们褶皱的位置。中线的位置对齐。然后中线位置多缝几针，其余的这面已经给它缝制好了。然后这边的话和这面是一样的，
然后也是每个对着我们刚才做的这个位置，给它拿一个褶皱出来，这样给它把我们这个所有的内衬都给它平摊好，给它缝制上面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剩下的自己操作一下。我们这个现在全部都给它把里衬也给它缝好了，缝好以后，我们拿出这根这个弹力绳，这样给它中间交叉，因为黑色的，然后不太好看清，这样交叉1厘米。这样给它交叉1厘米，用针给它固定住。把交叉的部分给它固定住。这样给它固定好。给它剪断以后，我们这个缝制好以后，拿到我们这个，从我们这个中线上面，这样给它在这个中线的旁边，这样给它缝制上。可以一下给它穿过去，但是一定要注意我们内衬不要给它缝到，可以一下缝到我们这个刚才这个缝过内衬的这里，但是不要给它缝到多余的，就是把它现在已经整体缝好以后，直接固定到上面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那个整个包包缝好以后那个缩口的部分。这个一定要给它多缝几次。给它固定住。然后正常打结就可以了。然后对象给它拉过来。
拉过来之后，在我们的外侧这边的中线外侧，这样的一个位置，这是我们缝制好的，然后全部都给它捏住，然后拉过来，给它固定到这儿。同样也一定要给它固定牢固。这个就给它随意缝上，但是我们一定要给它缝牢。同样这边给它拉过来，在我们这个中间的位置，给它固定，然后在它们两个1/2的位置。给它固定一下。
然后剩余这边1/2的位置给它固定一下，这个地方就可以给它少固定2针，就不用像之前这样给它固定太多。然后这边同样的位置，给它拉过来，中间固定，然后这边的1/2固定，和它这边都是一样的操作方法，我们就给它自行固定一下就行，操作方法都是一样的。这个全部固定好以后，我们给它从里边把内衬拿出来，从这个口里边把内衬拿出来，然后再把整体这个包包给它翻过来，这样给它慢慢的从我们这个口里面给它拿过来。然后这个内衬再给它这样折过来，这个包包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样一个水桶包包。然后需要把这个内衬给它用明线儿，然后我们来给它收口就可以了，这样给它折过去，这样给它缝上。这样给它把这个口给它收上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可以自行给它操作一下就行，把这个整个全部给它缝好以后，给它摁回去。我们这个包包就给它缝好了，剩余的教大家来做我们这个肩带。我们这个给它全部缝好以后，就这样给它缝好，放回去。然后目前为止，我们这个包包总体就给它做好了。现在拿出我们这个，之前说过用粉色线来给它缝制，这个我已经缝好了，就给它按照我们这个孔位给它来回穿插就可以，然后用粉色线。任意一个孔位给它来下针就可以了。这个的话也是背面给它留几厘米，
因为这个不需要和其他的缝合到一起，所以我们这个只要给它把孔位全部穿满就可以了。然后把剩余的没有的给它补一下，我们这个就给它缝制好了。给它全部缝满以后，打结收针就可以了。
两个同样的操作方法，然后我们自己缝一下，缝好以后我们缝好以后需要给它固定到这上面，用我们这个5金，然后我们之前说过里边会有螺丝刀，会有这2个，然后我们找到中间这个缝隙，中缝，就是里面内衬对应的这个中缝，这样给它摸到缝隙以后，这个给它这样对折一下。然后拿出这个长一点的这面，就是我们这个是螺丝，然后这个是螺帽。拿出我们这个螺丝，对准我们这个中缝，一定要用手摸到这个缝隙，然后从这个缝中间给它穿过去，这样把我们毛毛这样给它撇开，然后我们这个螺丝就会穿过来，再给它折过来，找到这个洞。这个空隙的话，两边一定要一样，1个手指的距离，因为我们要给它从这里挂我们的这个肩带，给它把螺帽安上，从里面用螺丝刀给它固定就可以了，给它拧到拧不动就可以。然后两边的固定方法是一样的。然后我们自行操作就可以了，同样都是找到中缝，给它穿进去，然后拿出我们前面已经缝制好的这个肩带。这个之前说过，我们这个是弹簧扣，然后都是可以拿下来的。这样给它摁住，从这个洞里面给它穿过去。这边同样给它摁住。给它穿过来，然后磁吸扣给它这样，我们这个包包就给它做好了。这个挂环的话，它都是可以给它挂我们肩带用的，这面也是可以给它拿下来的。然后我们这个因为是开口圈，这边也是可以拿下来的。然后这个包包就给它做好了。